砖怎么奇怪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砖，这一片是要换上的新砖。所以呢，新砖、旧砖，听出来吗？这旧砖听着像胶铁。铁，这是上好的金砖，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，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，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。哎，还有你们看，这拆下来的柱子，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。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木头，太普通了，极为普通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礼部翻新考院为何换上去的反而更差呢？师兄如何懂得这些？啊，我家乡都有行商，这些我都亲眼见过，绝看不走眼。师兄，此话切不可再讲。为何呀？考院翻修是由郭尚书亲自建立。那就更该告知郭尚书，免得他被人骗了。此事与你我无关，最好视而不见。可是，相信我。你们两个，哎，为何视而不见？以次充好，说没有贪官作祟。我等读书之人，明德之理，怎可视若无睹？小声些，我这就去你少读些书吧。就算是告发，我们的话谁会听啊？听说小范大人，现在你认识小范大人吗？我可以认识，郭尚书认识小范大人吗？那是自然。你们两人谁和小范大人熟络？郭尚书，人家两人共同掌理春闱，要是早有往来，又当如何？我明白你意思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小范大人和郭尚书沆瀣一气，狼狈无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忍了，莫再提这件事了。如果这都能忍，那读书何用啊？就算要管，也不是现在。那是何时？杨兄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，那你现在做官了吗？没有。要管闲事，就认到我们也是官。读书人何至于此？因为都是这般。告辞。哎，杨兄，杨兄，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？才学没有用，我们身份低微，这跟身份有何关系？范兄有所不知啊，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？怕是成千上万吧。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。街巷满是传言，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然后再选些名士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？那些有钱有背景的，先拜山里，一睹头效，将来都是同僚，那些大人物自然要提拔自家门生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到了考场上，不还是拼才学吗？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泉涌。依你所言，这科举春闱，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？杨兄慎言呐，小心身家性命啊！杨兄也是啊，听我就好，别惹祸上身。考前内定，考场如过场，这不就是舞弊吗？本来就是。小声些。可我也在想，若真如此，为何无人告发呀？告谁啊？那唐章的不也是官吗？那公平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公平啊！哪有这种东西？若没了公平，这春闱不就是场笑话？也许等我们金榜题名，就能改变这一切了吧？程嘉林呢？啊，问萧史料呢？我叮嘱过他了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想想啊，是真没意思。干活去了。师兄，谨言慎行。
小范大人，郭尚书认得我。朝堂之上见过小范大人的英姿。那个，这次春闱，郭尚书才是主官，可别喊我大人。小范大人前途无量，他日必将一飞冲天。小范大人怎么来考院了？路过也想见见郭尚书。郭某也早想结识小范大人。快走！不必辛苦。郭尚书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请讲。这考院翻修，石料砖块以次充好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太次，也都经久耐用。这么说，郭尚书都知情。要说不知道，岂不是儿笑话？这翻修考院，户部可拨了银子。那肯定的，户部不拨银子，谁敢动工啊？经郭尚书这么经久耐用一番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应该还有些结余。那些拆下来的金砖和金丝楠也都不便宜。拆下来的砖木都在礼部的库房，结余的银两也都记在账册。郭某知道小范大人有凌云之志，立志要惩贪除奸，郭某是赞不绝口，绝不可能明知故犯。这次重修考院，没有1钱银子进到郭某的口袋，郭某问心无愧。小范大人如若不信，便可细查，咱们礼部配合到底。钱在账册，都在，砖木在库房，绝无缺失。那我就不明白了。郭尚书这么做，图什么呀？郭某既然身为礼部尚书，自然不能尸位素餐。咱们为官之人，就应该多做一些实事。懂了，这翻修就是实事儿，实事儿就是政绩。政绩，这词儿用的巧妙啊，以前都没听说过。政绩，还给自己画了画。证明郭某做过此事，以后也好有个纪念。那省下的那些银子呢？礼部人也不少，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。逢年过节买些酒，买些肉也是应该的。您说呢？库房里的砖木呢？咱们为官清正，各家府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破败，也要整修整修。用库房的砖木，绝都合规矩的，绝不违律法。都在规矩内。那肯定都在。郭尚书为官多年，对这朝堂的规矩吃的是真透。为官清正，但也得活命不是？就不怕这些学子知道了？他们知道有什么用？万一将来谁金榜题名了，参你一把，也是个麻烦。小范大人，刚才都说了，全都合乎规矩。再说了，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次出梅啊，在这个名册上的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为何？这些学子心思狡诈，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？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。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，岂能录用啊？只是想想也不行。读书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品性高洁。正像郭某，绝不能容忍这些蝇营狗苟。若非门外的学子有大人的门客，只是想给这些学子留条活路。小范大人品性最重要。就像我无条件的相信小范大人的品性。您想做什么，我没意见，
你的来。侯继常啊，你可真能干呀！是啊，侯继常，你也太卖力了吧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呀，侯继常？这来来回回好几千趟了吧？真厉害呀，侯继常！侯继常，来欢迎侯继常，其志也，达乎天地。哎呀，这些学子们啊，到了京都租房就不便宜，这家境贫寒的，就得想点赚钱的法子。人是真不少啊。那是啊，天下读书的种子，这会儿都在咱京都了。这菜真新鲜啊！快点来！还有这岁数来考的，这肯定是考了好几回的。每一次都抱着希望来。大浪淘沙嘛，总有那不能如愿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春闱是什么？那是国之恩典啊。还有呢？这就是大人所说的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。是啊，多年寒窗埋头苦读，为的就是这么一次机会，一个本来应该公平的机会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春闱舞弊，你听说过吗？哥们，够肥的，这监察院的吧？这一看就不是跑远道的。我就没拿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别跟我打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在上位，你随便说说。下，在下位不言上，正邪而不求于人，那我就随便说说。则无怨。这春闱之前呀，很多学子那都已经登门拜师、卖身投效了。这些人考都没考，就把前程定了。考场不过就是走个过场。来百公里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得道立，尊贤看这一段跟书上一样。还有这一段。那他们呢？他们，哎呀，没这个命。这些事儿监察院不知道吗？多少也知道些。不是监察百官吗？这都不查。能收门生的，那都是真正的大人物，不好查。有些那根本就不敢查。这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可对于他们来说，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。也有些名额是留给考场的。这不公平。那叫什么客栈来着？同福范闲去了，去过了，人没在，又去了考院。找那个什么史产力见过了，不过好像没怎么聊。咱们的人远远看着，说史产力神情不见悲痛，这史家镇全灭的消息，他应该还不知道。什么都没告诉他，那去干什么呀？是啊，白跑一趟。也不知道这范闲到底在想什么。大人，想什么呢？其实也没想什么，
没几天就是春闱了，这个时候知道家乡没了，实产力还怎么考啊？等等吧，一处也守着呢，等他安心考完，再看看该怎么办。大人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又哪儿不一样了？这要换做其他大人呐，谁会在乎这些？总得把人当人吧。